Hello， 大家好，我是一王，这次来做一个久违了的单独电源评测。没办法呀，电源这玩意要冒着生命危险测啊，测完了也没多少人看，看的人也不给赞呀。这一次之所以又来做这么一个视频，是因为我发现了一个看上去非常划算的电源啊，余晖的铜模 500M。我先念一下它的几个参数啊。500瓦 AT Plus 铜牌全模组 SFX 小电源规格259元啊，怎么样？看上去是不是比刚出狱的美女还要香啊？大家都知道，很多 ITX 机箱都是只支持 SFX 小电源的啊，比如我们家的，而 SFX 电源要比普通的 ATX 电源贵上一些，对于预算不足的用户来说，就会觉得有一些肉痛了。啊，如果这个看上去超级划算的电源好用的话，就可以解决掉不少用户的痛点啊，所以我就赶紧下单买了一支回来测测看。余晖这个牌子，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说过，如果是普通的杂牌的，我也不会那么感兴趣。啊，实际上在余晖的官网的最下方可以看到版权所有是广州奥杰科技有限公司，而在先马的官网的最下方啊，能看到几乎相同的标注，连备案号都是一样的啊，可以确定余晖和先马实际上就是同一家公司的品牌。早年也有店员是打着先马余晖这样的标啊，后来可能是为了区分定位，就把余晖单独分了出去。而先马啊，好歹是做了好多年电源的大公司嘛。情况介绍完，还是惯例的先来看一下包装和外观啊。包装正面都是些基本的元素，品牌、型号、功率，以及一个 AT Plus 铜牌的标啊。注意这是个伏笔，可以记一下。箱子背面是一些参数介绍啊，左下角有线材的长度不算很长。SFX 电源主要是用在 ITX 小机箱中，线材短一点，其实更方便走线。包装其他地方就没有什么好看的了，接下来是本体，整体上就是中规中矩的 SFX 电源设计啊，黑色的外壳啊，但是一上手就发现细节上有点不太对劲。首先，保修标签下面的螺丝是没有完全拧进去的啊，凸起来了一小段，外壳也翘起来了一点，还有外壳的一些接缝比较的大，铁皮也不太厚，用手指甲就可以轻松的挑开，按下去还会啪的一声。啊，明明我收到的时候外层包装是未拆封的啊，电源也是好好的放在了海绵里面。然后这个电源的压手感也不太行，和手上另外一个品牌的450瓦 SFX 电源对比了一下，轻了有差不多100克啊。到这里我就开始感觉有点不太妙了。再看电源的名牌，正12伏，输出能达到480瓦啊，看上去还是 OK 的啊。但是这里有个问题，那就是输入电压写了220伏啊，包括电源的输入端旁边也是贴了个220伏的标签。这个电源上是打了 AT Plus 铜牌的标的，而且是基础那一种啊。那这个电源应该是能在110伏下工作的。如果是230伏非冗余的 AT Plus 铜牌的话啊，标签是不一样的，底下会加一行230伏 EU 的小字。所以我到 AT Plus 的官网上面查了一下，看铜模这个到底是哪个标准啊？毕竟测试时用错电压是有可能会爆的。结果我发现余晖只拿到过一个铜牌认证啊，是115伏的，但那是个 ATX 电源，是大号的。后面的其他几种标准里面，余晖都没有认证的电源。包括先马这边，我并没有找到铜牌的 SFX 电源啊。先马的 SFX 电源最近倒是有几个通过认证的，但都是金牌的啊，应该是金钻系列，而且生产厂商是母公司啊广州奥杰。余晖这个电源是广州泰斯汇生产的，所以余晖这个铜模 500M 并没有记录在 AT Plus 官网上面。当然也有可能是送测了啊，但是还没有过审就先打了标卖着啊。之前振华也出过这个漏子啊，关键就看后面的转换率成绩有没有问题了啊。不过这个电源倒是有一个值得好评的设计啊，是模组接口这里，除了24拼的线之外，其他线材接口全部是通用的啊，可以随便插，使用起来会比较方便。说到线材，作为500瓦的电源来说啊，数量配的是中规中矩，一个 CPU 8拼加2个显卡8拼啊，再多也带不动了。就是这个线材，我总觉得有点太软了啊，明明标的是常规的18AWG 啊，总觉得哪里怪怪的啊。注意这是个伏笔，可以记一下。外观看完，接下来因为实在太好奇内部的情况，所以我选择了直接开肠破肚。啊，拧螺丝这部分都还算正常啊，就是拆下的外壳，总觉得特别的薄。风扇是老朋友月轮的，这个价位来说算标配啊，没啥问题。
继续拆剩下的部分啊，除了模组接口的子 PCB 的铜柱没有焊死啊，所以会被螺丝带着转之外啊，拆解过程都还算正常。然后我就看到了一个非常神奇的设计啊，它的主 PCB 的底部有块硅胶传导热量啊，但是呢，别家的电源都会在底部绝缘垫上开一个口啊，让硅胶垫直接把热量传到外壳上。啊，这个倒好，直接就这么粘在了 PCB 和塑料绝缘垫之间，啊，这个导热效率真的没问题吗？先不管了，来看看结构和用料。方案是这个价位常见的看不清是几管的正极加磁放道结构 ，EMI 和 PFC 都是有的，肯定不是山寨电源。二侧是肖特基整流啊，毕竟价格在这里，只要性能合格也没啥好抱怨的。用料方面，除了几个主控芯片是大牌子之外啊，其他电容和芯片什么的都是小牌子为主啊，很多品牌我都是第一次见的。成本，理解。还有就是主电容的容量啊，总觉得小了。反过来，边边 PCB 啊，做工给我的感觉不是很好，不少地方的焊点是坑坑洼洼的，左上角有补焊的痕迹，还有一些零件是歪的啊，它能过 QC 应该是没问题的吧。模组接口的子 PCB 是传统的设计啊，不是和主板焊在一起的那种，上面只有几个没有见过的牌子的滤波电容啊，总觉得出来的纹膜表现不会太理想。OK， 评委去跑测试吧。这么一测呢，我就开始觉得这一次的视频主题可能就选错了，要得罪人了。几个测试项目居然没有一个是能通过的。电压稳定性测试，因为是磁放大结构，电压不能像 DC-DC 那样随便加啊。但是即使调整过几条线路的分配了，满负载下也是过不了测试的。而且这个满负载的成绩不是特别的准确，原因等一下会重点说明。转换率大家都知道啊，正常情况下输入电压越高，转换率是越高的。结果这个铜牌 500M 在220伏的输入电压下啊，转换率还达不到115伏的铜牌线啊，难怪 AT Plus 官网上面没有了。纹波大家自己看图吧啊，要降到400瓦，也就是80%负载的时候才能达标。从前面的测试结果以及电容来看，我就觉得满载下的保持时间是过不了的啊，所以直接测了75%负载的第一档的标准。然后它还是过不了啊！我这个精简版的4个测试项目全军覆没，好久没有测试过虚标的这么彻底的电源了啊！一口老血都要吐出来了。而且还有更蛋疼的，在满载测试时，负载刚加上去2分钟啊，正12伏的电压就开始稳不住了，一直在往下掉。前面那个表格里面的满载成绩都是刚开机时眼快手急抄下来的啊，实际上应该算是无效的。妈的，我怎么弄？糊味了！这70、80度，外壳有60度，这条线也有60度啊！啊，咣！还好没有直接上110伏电压来做测试啊，不然可能就真的爆了啊！在这里顺便问一下懂法律的观众一个问题哈啊，假如老板干活的时候受伤了，工伤能赔吗？说起来，在测试过程中能闻到烧焦味的电源，我这几年测下来啊，它好像是第2个啊，而且最可怕的是中途焦的味道还变了。然后高负载时电压会持续往下掉的电源，很久之前啊也碰到过一个，和刚才说的有焦味的是同一个。老观众应该记得是谁啊？就是传说中的那个电源。为了确认是哪里烧融了，我又再一次把电源拆开检测，结果发现是一次测的 MOS 管散热片旁边的绝缘垫给热变形了啊，居然不是底下硅胶垫的位置。那几根管子在散热片的内侧啊，看不到具体型号。但热成这样肯定是有问题的，也难怪转换率这么低。考虑到之前那一次有观众质疑是不是我把电源给拆坏了啊，这里说明一下，我这几年测了这么多电源，有先测再拆，也有先拆再测的啊。但是这样简单拆一下就坏掉的，除了那个灌硅胶的是破坏性拆解之外啊，是一个都没有的。然后就算是我测试不规范啊，加的负载超过了它的承受极限，那它也总该有过载保护和过热保护吧？哎，每次测到这种电源，我都怀疑是不是我的测试平台出了什么毛病啊，所以我每一次都要拿别家电源啊再测一次进行验证，结果成绩都没有什么问题啊，这一次也是。为了避嫌，这里就不提具体型号了。当然，出于严谨考虑，为了排除是个例故障啊，比如运输过程中摔坏了啊，或者是我买到了假货啊，我从另外一家天猫店啊又买了一个相同型号的电源，再测了一次啊。顺带一提啊，这个是299啊，还贵了几十块钱。结果嘛，成绩嘛更惨了
电压这块我重新调了一下满载的比例，把支线的负载调高了。刚开机的时候确实就没有超介了，看上去都合格。但是依然出现了正12伏电压一直往下掉的情况，也就是说这个满载乘积依然是无效的。就算电压是稳住的，新这个电源真正的大问题是文波，400瓦的时候就已经超介了满载更是吓人，正12伏的文波直接达到了 Intel 标准上限的2倍还多点。一上来的时候，我还以为我示波器的显卡花屏了呢，这波形都要突破边框了。后来把前一个电源送的模组线也插了上去，把预留的模组接口都填满了，才压到210、220这样，依然是超标超的厉害。剩下的转换率和保持时间嘛，还是和之前那个差不多总之就是不合格。满载的转换率连80%都到不了这哪来的 AT Plus 80加可能是玉辉对 Plus 有它独到的见解吧。前面提到了线材，我找来了另外一个电源的长度几乎相同的显卡模组线去称了一下玉辉这个足足轻呢有40%本来我还想把线皮剥了称一下线芯的重量看到这个差距我都懒得搞了。好，又到了这个总结的时间啦总的来说呢，本来我们都谈好了一个广告插入的赞助商的结果我一听到这个视频全是负面内容，给吓跑了。所以，如果你有电脑主机、电脑硬件、电脑外设的需求的话不要忘记到我们的淘宝店铺翼王的藏宝阁去看一下东西靠谱，价格实惠老板还长得很帅。6月份我们也会努力想办法帮大家多搞一些30系的显卡的。顺带提，我们店铺最近上架了阿米洛的键盘它家键盘的外观、做工、手感都挺不错的对机械键盘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来看一下报暗号还可以领80块优惠券，领完即止，暗号大家懂的内在996。回到这个电源从前面测试结果来看，实际的功率应该最多撑死350瓦具体是多少嘛？没敢进行太长时间的烤机测试毕竟在这个测试台上面，除了那个灭火筒这个电源就是最便宜的东西了。在电源旁边那3根白色的线示波器1:1的高精度探头，一根就要2000多。果然一开始就不应该对这个价格特别低的电源抱太高的期待。想想我们以前电源开车那都是厂家旧款退市清货亏本卖才能做到那个价格，电源这种东西还是1分钱1分货的。本来想着简单就能测完的结果又是多折腾了好几天。这些厂商就算不为消费者着想，也要为我们做评测的着想一下嘛到时候又要被人各种带节奏了。其实大家可以发现，这种入门款的特高性价比电源基本上找不到网站评测这大概是因为厂家也知道这玩意过不了关，也懒得送测了私下批发给经销商偷偷卖就算了。媒体呢也觉得这玩意测了吃力不讨好。大家购买电源时最好是有靠谱的媒体评测过的合格的才买连评测都找不到的最好就避开了。毕竟整台主机好几千块钱都出了，真的没有必要在电源上省那100-200块。国外的 Real Hard Tech X 有整理出一个电源评测的数据库常见的大品牌电源基本都有收录，可以很方便的查到电源的参数和各大网站的评分等等对电源的选购有非常大的帮助，可以记一下。那么这次的影片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和评论支持一下新观众再顺便点一个订阅那就更好了。我是翼王，下次再见，拜拜。